我们同学过2天就要领他爷他奶上三亚了，完今天小聚一下。但是他爷他奶年龄大了，坐不了飞机，只能坐火车。哎呦，我哈尔滨到三亚坐火车，我说哥们，你这趟是押镖去了呀？老话说上车饺子下车面，所以这顿必须得有烤包子呀。这包子刚开始馅儿多了，完就使劲往里包，后来觉得馅儿不多了，就加了点洋葱。再后来啊，馅儿里没肉了，我就直接包了俩洋葱馅儿的。完，我们同学含着眼泪跟我说走之前我能不能点2个菜，一个是你给你奶做的肘子烩饭，还有一个是你前老丈人给你做的那个广式给包。真的，就他那个眼神真诚又笃定，我一下没整明白，我说你是要走啊还是要走了？我说咱今天吃的是饭呢还是席呀，哥们儿？我弟说哥你别跟他生气了，你看看我点这俩菜，他点的麻辣拌、剁椒鱼头和酸豆角炒肉末。哎呀，我真是我弟从来就不愿意吃那老爷们吃的东西，你发没发现？还给他准备了1箱整整9盒自嗨锅，都是趁现在拼多多双11花1块钱抢的。这毛血旺自热火锅贼入味儿，还有梅扣和杀牛饭都嘎嘎好吃。链接我放评论区了啊，你们也弄他一下子。但他们爷仨得坐4天火车，我都怕这1箱不够啊。来吧，吃香香了，走饭、红肉、山排汤、浇头、碧虾。烤包、藏宝、麻拌、土茄、蒜末。完，这小子说这顿饭还有一个目的，想要走我炖肘的秘方。我说干啥呀？你要上三亚开饭店去啊？他说不是，主要从来没单独和他爷他奶待半年以上，他也害怕老头老太太吵着，想多一门平事的手艺。买了这么些东西，爬他妈6楼，这爹现在睡得跟死猪似的，连门都敲不开，我去。我要天天跟他生气，我都活不了。我有时候也寻思，别跟他一样，万一我火了呢？我得保持健康啊。但我又一寻思，就他这个活法，我得走他捡的。我比他大1岁，他得比我多活30年。那他妈便宜不还是让他捡了吗？又闻味醒的呀。要不是我也没吃饭，我绝对跟他拿东北大臭酱炒。真的，我是万万没想到啊！俩人在家，我还得他妈咬着手机拍。哎，你把那个土豆泥给我倒了，这去。你干啥呢？你不要我整土豆泥吗？你当然，你嘴里嚼的啥呀？胡啊！你可太他妈恶心了！酱蛋、辣五、QT， 用膳吧，爹。吃饭了，哎。哎呦我的妈呀！下午2点半，你刚吃完早上饭。我晚上睡不着，你这闲的。是，我也想了，我晚上应该出去跑1个小时，但是我能坚持5分钟吗？姑啊，你儿子都楼了，还不要老二吗？哎呦，我这一大锅谁能顶住啊？我其实除了枸杞，还有一个地中地，他是我爸的妈的弟弟的儿子的媳妇家孩子。他说好长时间没擦大哥了，今天来看看我俩，扛了2箱焙火燃茶上来，说串门不能空手。哎呀，上我家拿茶叶的不少，带茶水的真是头一个。我昨天问他想吃点啥，他想到早晨3点多告诉我锅包肉、鱼香肉丝、麻婆豆腐和鸡公煲。我说哥们儿就这么几个快餐店的菜，那至于想到天亮吗？他说哥呀，我不到这个点我听不到自己内心的声音。他内心的声音其实就是盖饭，但他哈喇子尽头应该就是我这锅大骨棒。我一个没看住，他把我准备炒回锅肉的五花肉全扔里了。我现在觉得这点葱绿的恰到好处。完了，我问他是否小酌啊？他说还是喝茶吧，20来岁该养生了。这焙火燃茶是无糖的，用的还是大红袍，特别纯粹的茶香，他爸都挺愿意喝，配着一桌子香的辣的，正好解解腻。然后他跟我说，你家肯定有猪油，能不能给我来一碗猪油拌饭？真的，我怀疑他这300斤体重里起码有200斤是心眼子。来吧，吃香香了，猪饭、鱼肉、锅包、五谷酸、五花前刃、茄末、婆夫、黄鸡、牛滑，还有他要酌一下的燃茶，还得说胖子会吃，这白肉蘸点蒜泥，当时给我香迷糊了。我又来了一碗麻婆豆腐盖猪油拌饭，这香味活该他想到天亮。完这小子一口大骨头，一口燃茶呀，因为这每瓶有11克膳食纤维，他喝完了能刮过肚子里。你瞅他吃这么香，我说你说句实话吧，是不是家里有啥状况供不起你了？他说哥呀，我妈在家只给我吃水煮菜，我唯一能吃点有滋味的是健胃消食片。我爸跟我妈在家吵吵了，他俩一个想出去吃，一个想在家吃，然后在僵持阶段，他俩几乎是一起说的，让你儿子回来做呗。你说这人退休了能闲成这样啊？2口打仗6韩玩。我回来一看，羊蝎都换好了，我也没整明白这是什么套路啊，整不明白就不整了。这俩人啊，就属于在水塘里挖藕，那心眼太多了。这肘子，我说咱今天烤一次试试呗。我妈说我帮你扎眼吧，还解恨了。
我说妈，你别这样，我一贯劝分不劝和呀。这个酱汤羊蝎子是一个老师傅给的方，他说他们饭店靠这方子火了20年，完他带着方子出来单干来了，第2年就倒闭了。这条鱼眼肚瞪那么老大，我也不知道因为啥，下的粉条给它一起捞了，这个菜就叫德芙妮炖大眼儿。这灶这么站着，啥时候能吃上饭呢？好在家里有一个真米析出机，设置好时间和温度，新手小白也能煎出专业级味道。你想要几分熟就能几分熟，而且还能炒菜，轻盐少油，告别猛火爆炒，让你的饮食更健康。我妈说头2天炖只鸡才25分钟，我说妈，我这蝎子捞了快2小时了，你早他妈寻思啥了？我妈告诉我负债自偿。来吧，吃香香了，得烤肘、北水肚、虾炒白肉、酱蝎、肉芽、飞牛、磨茄、闹大眼。我怕他俩吵吵，我吃饭给我姑都找来了，然后又把我弟贡献出来了，这娘俩舍命陪我妈喝呀。后来互相搀扶着回的家，他俩真办事儿啊，啥也别说了，我以后对我姑父好点吧。我最近特别想吃猪肉脯，但是我看外卖的好多配料表上都有鸡肉，而且含量是未知的。再一个，肉脯都是肉泥做的嘛，我还怕他们用的都是边角料，所以我跟人拼了1头半的猪回来。我想看看这100%猪肉含量的猪肉脯在家做成本是多少钱一斤。然后我研究了一下市面这些产品，我发现最优质的猪肉脯应该都是用肉片做的，而且工序非常复杂。我们研究了2天才整明白怎么在不加淀粉和食用胶的情况下，把这些小肉片最后能烤成一整张大肉片。这中间试错了无数回呀，有一单因为风干时间太长了，烤完吃一口差点没给牙崩掉了。但这肉光切片也不行，因为猪长得并不随人愿，一条猪腿上适合切片的肉其实就那么几块，所以我又研究了一下碎肉是怎么做肉脯的。我发现好吃的关键是肉馅得剁，不能绞，这样才能保留更多的颗粒感，并且在捶打过程中让肉自然的产生一些胶质。这70多斤肉我们整整剁了1天，给耳朵都震聋了，然后还得再调味绞劲儿，几天都没咋睡呀，那只能说是功夫不负有心人。终于在第3天的夜里，我们成功给我弟干出高血压来了。后来说让老嫂们先歇一分吧，正好一起开个箱。我最近录的视频太多了，手机内存都不够用了，就新换了个 OPPO Reno 9 512G 的大内存大容量，以后终于不用在拍新视频之前先清一遍手机内存了。而且这手机用起来特别流畅，16G 的大运存，用4年都不卡顿。然后这肉馅需要给它擀成整张的形状再烤，但是最经典的金钱币形状我们没买到模具，就又嘎了一根家里的水管。不过这纯手工的金钱币效率实在是太慢了，我们拍了1宿才拍了300多个，给我拍的直恍惚。我寻思这不经典款吗？怎么干出一种限量款的感觉呢？这肉脯据说最正宗的做法要低温慢烤10小时，我粗略估算了一下，这么烤正月能吃上就算烧高香了。所以我买了个烤烧饼的大烤箱，我打算先用烤箱给它烤到8分熟，然后再上炭火。这大家伙一来，那效率一下就上来了。而且我试了一下，这么烤和纯炭烤的在味道上也没什么差别。后来炭烤的时候我还加了点果木，这肉本来就是咸甜口的，现在又裹了一层果木烟熏的香气，这吃一口口感可太丰富了，感觉满嘴都是香味。然后我算了一下，因为在家做不用考虑边角料的损耗，最后它的成本合到42块钱一斤。这肉脯我们后来又晾干了1天，现在它油汪汪的又特别有嚼劲，吃这个太爽。特别是最后把肉脯嚼成肉渣之后，在嘴里嘬吧点油和味儿，这时候再抿上一小口热水，我天，绝了朋友。我昨天晚上实在太饿了，我就想吃点带味儿的。然后我发现我们家最有味儿的竟然是这玩意儿，这他妈啥味儿啊？原味不行就给它调味儿呗。那饿你咋整？睡不着啊。水开你就给这玩意儿扔里，下姜酒，等它飘了给它捞起来。又他妈报警了，这不这咋这一个手咋扒呀？呵呵哈，可也太黑硬啊！然后你就慢慢扒去吧，拿出你等女孩化妆的耐心。那半个小时扒他妈这点玩意儿，这不够吃啊！不够吃好说，不够吃咱下料呗。我他妈不会一个手打鸡蛋呢。我这么大，我终于学会用碗了，不知道碗不碗。碗你收拾收拾锅，下蒜末和洋葱，摔点郫县豆瓣酱，这玩意儿才邪门呢，你不使劲不香。来糖、生抽、蚝油、水淀粉，把你扔了就行了。这功夫你别跟没事人似的，你把那面煮了，料包扔了，别留退路。鸡蛋、洋葱拌一下就好了。展示展示啊，上音乐。都是嘎嘎的，就是有点慢。还煮个面条，整他妈1个半小时，等会儿还得收拾厨房呢。有彩蛋吗？没有，谢谢，哈哈。我爸下礼拜要去体检，说这2天吃点清淡的。你看没看着？多大岁数的人都干那现上轿、现扎耳朵眼的事儿。我爸说你不懂别叭叭，我这叫自己糊弄自己。我心说这沙拉没油是吧？我妈说你搞了2块牛肉吧。头2天拌的油醋汁儿，你爸就是觉着不香，完了睁眼说瞎话。说老婆这菜馊了。
完了，我爸看我炒了2个青菜，说有点事要出去一趟。我说你帮我把这个虾呀、鱼呀、螺呀先端桌子上去呗。我爸说我就逗逗你，我儿子回来了，我能雷他们吗？做了一锅番茄鱼丸，还有一个鲜虾萝卜汤。我爸说怎么就觉得少点啥呢？我说你别找了，你藏的那羊排给你糊上了。然后他特意开车去买了1罐韭菜花。他回来问我焖没焖饭，我说你以后就吃粗粮吧。你看这个田园主义全麦面包就属于吃不胖的优质主食，这原材料是纯全麦粉添加的，一个面包热量才顶半碗米饭。你要有光煨一下子或者蒸2分钟，那能更香。真的，我爸这肚子逮谁谁问。大哥这几个月了啊？来吧，吃香香了，台饼、虾吧、带笋。灼鸡、牛拉、翻碗、老土尖儿、蒸斑、葱螺、手羊酒，真的，我没见过哪个嘴这么急的人能减肥。我爸嚼着面包说：“我也没说要减肥呀，我不寻糊弄个好点体检报告吗？”先给大伙洗洗散浴，再领他们泡一下热池子，来一下针灸按摩，扮演一下揉磨磨。这玩意儿扎着这么费劲，我为啥给他们吃？放生。我自己在家喝点酒，就喝这些吧，不胜酒力。没女的谁能喝呀？